这期是过来维修一个比较棘手的网络故障。这是我一个朋友负责的网络，他以十几万的价格把这里的装修、强电、弱电一起揽了下来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的网络故障倒是成为了他的噩梦，因为一直有人喊断网的原因，导致这里的老板非常的生气。据说他们每一次断网，这里都是巨大的损失，所以老板就和我朋友说，你要是一天修不好，那么就每天从装修尾款里面扣3天，直到扣完为止。这期间他也找了很多人查看，愣是没有找到原因，于是就找到了我，看看我能不能找出原因。我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安排了一个驻场技术来协助我。我看他这边什么情况？他那个上网流量，他都卡。卡是 WiFi 卡还是说那个电脑卡？他把2线并入，然后就说财务那边好像是看网站提示什么网络慢吧。网络提示网络带宽不够嘛。正常我看这个路由器应该能带得动啊。待会注意看，这里还有一个华为的家庭路由，但当时我是没有太在意它的。既然网络喊卡，那么我就用电脑插上去测一下速。测网速是很有效的了解目前宽带的情况。经过了测速，我发现目前网速还有274兆左右，300兆的宽带还能测出这么多宽带来，按理说应该不卡才对啊。所以我只能进入后台看价了。我进来了后台，我看到只有45台设备，旁边的实时数据也告诉我，无论是下载还是上传都没有怎么用宽带，最高一次使用宽带也就60兆左右。所以他们网络卡应该是和宽带不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他们内网存在混乱导致的卡顿，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用拼大概来检测一下内网是什么情况。我这里额外加了一个6000字节的数据包，就为了看内网有没有存在高延迟的情况。虽说增加了6000个字节，这里有一些延迟，但这种延迟可以忽略不计的。后面我把字节包增加到了65000个，发现延迟的时间还算正常。这样的话，好像宽带和路由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当时我也大概抓包看了一下，确实没有发现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于是我就换了个思路，哪里喊卡我就去哪里看。这样，这里我也看不出什么来，然后哪里卡我们就去哪里，行不？那我们去隔壁。大伙注意看，我经过了这个办公区，他们命名为 A 区，但是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的。走了一段路后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对面也是他们办公区，他们把这里命名为 B 区，当时我也是不知道的。我到了 B 区后，技术就把我带到了财务室。我看一下。哪呀？它时不时就是网络连接异常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好，就是这个软件，这开票软件经常会有。大概多少秒这样？有时候1分钟吧，反正1分钟内。1分钟它自己恢复。然后我就按确认，然后我就隔一会儿再来弄，它又好了。它一天出现的频率多少？昨天至少5次以上。昨天至少5次。今天有吗？今天有了呀，这是今天的呀，今天是第一次。他每次都出现这句话。那其他电脑呢？其他电脑你们有网络异常不？今天早上有是不？有就要反映啊。点2.1。昨天他已经帮我们改了。我打开个浏览器。浏览器是可以改。大概了解了情况，现在是有。当时我就查了下这电脑的 IP 地址，看看这电脑是哪个路由器负责管理的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电脑居然是一个华为路由器负责的网络，不应该是机房这个瑞捷的企业路由器负责吗？难怪机房还会放个华为路由器，原来这里的网络是那个华为路由器负责的。当时我就进入后台看下是什么原因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一进入后台，一看到它这上传的流量，这也太高了吧！旁边居然还显示连接设备高达60多个，当时我就惊呆了。感情这个家庭路由器是负责整个 B 区的网络。后面我又回到了机房，我又重新了解他们的线路。那6上班你快填不上啊？我大概看了一下，你这边的话没有任何交换机是吧？这边2条主线直接就到那边，那边有2个主交换机，再用这边一条线分到一个副的交换机。
就是那边那边有3个交换机，嗯，但是2条线过去，对，一个交换机是独立的，对，一个交换机是从上面分到下面，然后另一个是从上面分到下面，一个是独立的，对，那就行。原来机房这些锐捷设备是负责 A 区网络的，而这个华为路由器则是负责 B 区的，在上面接了2条线，是把网络传到 B 区的。B 区的交换机则是藏在吊顶上了。当时我看了这些设备，我就问了一句 ：A 区的网络没有人喊卡吧？但当时的技术人员也是不清楚的。后面他就打电话问了下，他 A 区这边没问题吧 ？A 区这边 ，A 区没问题是吧？原来 A 区的网络压根就没有问题，一开始我就排查错了，难怪我一直都找不到原因。期间也来了个 NPC 证实了，一直喊卡的是 B 区，和 A 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正常的，好像那边也是正常，只是那个角落让他看先，就是不正常。哪里不正常？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位置，那个网那个网页进不去，那个税务局网都进不去，就正常在那里啊。看看你去那个位置了，对啊，你去那个位置。那我们去过了。问一下，怎么老板已经发飙了？这样子，因为他要子他的每天的业务量是很大的。我看得出来，那业务量很大。咦，刚才有几个人。所以已经出了损失，好像老板已经很发飙了。你要尽快跟我们说这种情况了。这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经常处理故障的时候不直接去机房，而是直接去故障点吧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，我也经常被人家骂，说我是故意为了水视频才这样的。后面我就问我朋友，为什么这家庭路由器是负责 B 区的整个网络？他后面和我解释到，这家公司还没有搬进来的时候，就一直用这个路由器，那时候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不知道为什么搬过来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当时我就建议他，还是把这路由器给换了吧，不管以前稳不稳定，让个家庭路由器带60个人始终是个雷，到时候网络崩的时候，别说尾款了，人家不找你赔钱算是不错了。后面他也答应了。于是我就拿了个企业路由器给他替换试试，原为换了路由器，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刚换去不久，他们财务又喊了一次断网。哪里啊？又出现了哪里？1分钟就来一下，然后马上又可以，然后你再开就又这样子了。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是的，是不是网速？是哪个东西？对啊，我感觉估计是哪里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抓包分析了。当时我大概看了下数据包中的 DNS、HTTP、TCP、UDP 等都没有明显的异常。当时我也把数据包发回了公司，给专门的工程师查看。后面我同事就告诉我，他那边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看来这断网还是得用传统方法来排查才行。因为他们白天办公不太方便，我不得不晚上才过来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对 B 区吊顶上的交换机怀疑很久了。大伙还记得我有2个案例和这个有点类似吗？一个是电影城的，一个是牙科医院的。当时电影城网络断断续续，是主线被割破了皮导致的，然而牙科医院是交换机电源故障导致的。当时我爬了上去，优先检查了一下主线，我发现主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而且打得很标准。那么我就排除了这个故障，接下来就检查交换机和外网了。方法也很简单，既然这4台电脑都有喊过断网，那么我就全部给它开机，然后给他们开始长拼。我用4台电脑分别拼路由器和外网，这样1来可以检查宽带，2来可以检查内网，3来可以检查线路。为了防止单个外网丢包的情况，我4台电脑拼了4台不同的外网。就这样，大概拼了2个小时后，我挨个检查电脑的情况的时候，关键长拼下来，内网外网压根就没有任何断开的情况。那时候我也没辙了，既然这个软件经常出现断开的情况，于是我就围绕着这软件开始下手。当时我就发现这个软件是需要插 U 盘才能使用的，如果这个 U 盘稍微动一下，软件就马上给你断开了。那时候我就和我朋友说，会不会是这 U 盘和电脑主机接触不良导致的？我让我朋友围绕这个软件来排查一下，由于这电脑是属于财务的，我不怎么方便插手，加上网络也确实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，于是我只能撤场了。到了第2天，好消息就来了，他和我说他找到问题了，然后我就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怎么样了？搞定了没？反正今天从我来发现问题，然后打电话去税务解决过后，没问题过。
嗯。一天挂一天都没问题，拼外网都不掉会毛线。他和我说，他一开始买来这种 U 口的转接线，来排除一下是不是电脑前面的接口出现了问题。但是即使换过了，仍旧有断开的情况。想想一天扣3000块钱，谁受得了？于是他就急眼了，直接打电话给税务局，问了是不是你们的软件出了问题。据说当时还换了好几个技术员，终于遇到一个懂的了。原来出现这种问题，要在软件管理里面找到发票管理，然后点击发票修复管理，再点击发票纠复。经过了这个步骤，这4台电脑就再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断网的情况了。谁能想到一个软件还能有这种故障？好了，希望本期案例会对你有帮助。打这种水龙头，我们这里要50块钱一个，但很多师傅一看到这种网线，要么扭头就走，要么打成这样，和他们说加钱，他们都不愿意打。不过钱给的太多的情况下，办法总是会有的，比如这种剥皮打法，又或者4星打法，也有一些聪明的会像这样7类线转成5类线再打，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但是这种网线平平无奇，就连小伙我也不敢打的太多。那7类水龙头到底难在哪里呢？接下来小伙我就一步一步为大伙揭秘一下7类网线的难点。7类网线第一难点就是对工具要求特别多。打5类和6类网线只需要一个水龙头、一把网线钳就可以了，但打7类网线则需要硬尾夹水龙头一个、水晶护套一个、网线箍架一个、拨线器一把、剪刀一把、尖嘴钳一把，还有7类网线钳一把。话说5类、6类网线钳到底能不能打7类水龙头呢？我后期会讲到。好了，开始吧。先用拨线钳缠绕一圈，把皮给剥了。剥开皮后会出现一层金属编织网，大多人会觉得这些金属编织网很碍事，都会把它给剪掉。但是这些可不能剪掉，这些网是做屏蔽用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捋下来。捋完毕后，就把包住网线的铝箔屏蔽层给拆开，拆开后剪刀就可以上场了，把这些铝箔屏蔽层通通都给剪掉。剪的过程我就跳过了，剪完后我都差点忘了介绍了，7类线还有一条地线，这个也是不能剪掉的。我们要把刚才捋下来的金属编织网和地线缠在一起，一会儿做接地用的。缠完后就开始接网线了。这7类线不有好之处就是不像5类、6类线一样还有白橙、白绿、白蓝、白棕作为区分，它直接就4条白色线，这让新手很容易搞混。我不知道这样设定有什么意义存在。把线都拆开完后，这里难度就来了，我们要格外的注意，这8星必须要捋得非常直，如果捋得不直的话，后期打水龙头成功率会降低 50%。 很多人把这个细节给忽略了，所以我这里就放大图片细讲一下。大伙看1、2、3星之间明显是有缝隙的，尤其是3和4星之间缝隙更加的明显，只有5、6、7星是没有缝隙的。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大伙跟着视频继续往下看吧。由于存在缝隙的原因，我就按斜的剪线，网线之间的缝隙也是很明显的，导致我每次塞的时候，第3星总是跑到第4星的位置，这就注定了网线已经箍不上了。不管你怎么尝试，只会让网线变形的更加的厉害。这就是7类水龙头第2难处所在。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一根一根的塞，这种方法我是不建议的，因为这样只会导致网线的缝隙会越变越大，你后期打水龙头的成功率又降低了 20%， 这就是7类水龙头第3难度所在。我这里用了个补救方法，就是用剪刀重新再剪过一次，剪完之后我们再对比之前的缝隙，是不是明显好了很多？就这样，我轻而易举的把网线骨架给上到位了。套好后，我们就拿水龙头来参考一下网线需要剪掉多长。对比好后，我们就用剪刀给剪掉。接着就迎来7类水龙头第4难度了。由于7类水龙头太粗，上水龙头的时候不要硬怼，需要像我这样轻微的上下摇一下，这样网线才能卡到位。很多人就喜欢这一步硬怼，这样只会导致网线变形的越来越厉害。我这里之所以那么轻松，那是因为我前面的工作都做足了，
大大增加了网线入位置的概率。我这里是全部到位了，然后用7类网线钳压几下就可以了。压完毕后，再用尖嘴钳把燕尾夹给夹好。其实7类网线钳也可以加燕尾夹，但是我这人用的不太习惯，所以我就用了尖嘴钳。夹完毕后，我们就把多余的金属编织网给剪掉。好了，一个7类水龙头就给做好了。做完后我才发现我忘上了水晶护套了，于是我这里又补拍了个镜头。在我看来，上这种护套意义不大，只是美观罢了。如果你的水龙头变形了，这种护套还是上不了的。好了，护套就这样上好了。然后我再说一下普通网线钳到底能不能打7类水龙头，答案是可以的。我这里就用普通网线钳打好了一个水龙头。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说普通网线钳打不了7类水龙头呢？那是因为7类水龙头还分2种，一种是全金属的，另一种是半金属的。如果是全金属的水龙头，用普通网线钳来打的话，会像这样直接被压坏的。要是半金属的水龙头的话，就不会被压坏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个人打7类水龙头的经验了，感谢大伙一路陪伴。